第1章意外的来访。下午2点，北郡河洛市某高楼大厦的某层，程峰坐在电脑前，面无表情地盯着荧幕。自从公司宣布部分裁员并减少行政开支，他的生活便陷入一片混乱。被要求在家办公，不仅要随时待命，还得处理各种突如其来的任务。他的心情像被压缩的弹簧，随时可能崩溃。叮咚，门铃突然响起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谁啊？程峰有些不耐烦地问。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向门口。门一开，他的呼吸猛然停住了。眼前的人让他感到一阵头皮发麻。怎么，是不是没想到会看到我？门口站着的是他的前女友李文文，他笑得有些狡黠，手里提着行李箱。程峰愣了几秒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文文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李文文瞟了他一眼，笑意更深，我家漏水了，得修好几天，我暂时没地方住，所以就来投靠你了。什么？你来住我家？程峰的声音猛然拔高，这不合适吧，咱们已经分手了。哎呀，分手又怎样，我们曾经那么熟，而且我还有你的很多珍贵回忆呢。李文文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故作轻松的晃了晃，程峰感觉头皮一阵发麻。他口中的珍贵回忆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，而是他当年追他时那段幼稚、愚蠢甚至丢脸的视频和照片。如果这些东西被公开，他在公司里的形象会毁于一旦。程峰的思绪飞速运转，内心挣扎了片刻后，他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好吧，你可以暂时住几天，但你得守规矩。李文文点点头，拖着行李箱毫不客气地走了进来。程峰坐在沙发上，盯着李文文忙碌的背影，他毫无顾忌地翻看着他的冰箱，对这里的一切都显得熟悉而自然，仿佛他从未离开过。你打算住多久？程峰忍不住问道，语气里隐含住警惕。暂时还不知道，得看修房子的进度。李文文随口应道，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，随手扔给程峰。程峰接过啤酒，微微皱眉。这段突如其来的同居生活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，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觉得未来充满了未知的风险。第2章，尴尬的直播。程峰早早的起床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。作为一名资讯工程师，他的日常工作离不开电脑和各种程式语言，这让他可以在家办公。然而，今天一切却似乎不那么顺利。程峰，开门！一道急促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程峰一边穿好衣服，一边走向门口，心想，这么早会是谁呢？他打开门，见到老板王总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台摄像机，还有一个技术人员陪同在侧。程峰的心猛然一沉。王总，这么早有什么事吗？程峰强装镇定地问道。公司要求所有居家办公的员工进行一场家庭直播，展示居家办公的环境与效率。王总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。直播？程峰愣了一下，有这么必要吗？当然，王总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这是公司高层的指示，我们需要向投资人展示，我们的员工在家依然可以高效工作。程峰心中一紧。这种情况下，李文文的存在无疑会增加麻烦。他连忙开口，那我现在就准备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们直接进去就行。王总打断了他，直接带着摄影师走进了屋内。程峰的心凉了一截，他迅速环顾四周，希望李文文还在房间里。然而，他刚这么想，李文文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手里还端住早餐。早啊，程峰。李文文笑着打了个招呼，然后看见了王总等人。咦？这是？王总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但随即恢复了镇定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。程峰急中生智，这是我妹妹，刚好来河洛有事，暂时住我这里。李文文微微一愣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笑着配合道，是啊，我只是来这里暂住几天，打扰了。王总似乎没有多想，只是点了点头，那我们开始吧，展示一下你的工作环境。直播正式开始，程峰尽力掩饰内心的紧张，一边操作电脑，一边对住镜头解说工作内容。然而，李文文却不时插话，还特意提起一些尴尬的往事。程峰，还记得你当初怎么跟女孩表白的吗？那真是经典。李文文故作不经意的提到。啊，这个不说了吧，现在说工作。程峰心里叫苦不迭，却只能硬住头皮转移话题。可李文文似乎故意不让他好过，随手打开手机，播放了一段录像。录像里的程峰拿着玫瑰花，满脸羞涩的站在大街上，
对住镜头表白，言辞浮夸而做作。这只是个意外。程峰浑身僵硬，脸色涨红。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开始狂笑，留言板上充满了调侃与嘲笑的语句。程峰的老板王总也不禁嘴角抽搐，眼神中满是戏谑。直播结束后，程峰无力地坐在沙发上，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同事和老板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李文文这个麻烦制造者。别这么沮丧嘛，只是开个玩笑。李文文坐在他旁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程峰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心想这场闹剧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